她明明是标价110万的站街女，却走进了一家高档女装店。柜姐一眼看出女人的职业，眼神顿时充满嫌弃。可女人没有察觉，还看中了店里那件最高雅的裙子。How much is this? I don't think this would fit you. Well, I didn't ask if it would fit. I asked how much it was. It's very expensive. It's very expensive. Look, I got money to spend in here. I don't think we have anything for you. You're obviously in the wrong place. Please leave. 女人被奚落得下不来台，只好尴尬地转身走人。可仅仅过了一天，女人竟再次回到这家店，只是这次她穿着华贵，气质出众，和昨天判若两人。她故意找到那个瞧不起她的柜姐，问她还记得自己吗？ You work on commission, right? Yes. Big mistake. Big. Huge. I have to go shopping now. 柜姐果然傻眼了。而女人之所以一夜之间逆天改命，只因她遇到了一个癖好特别的金主。也正是这次相遇，彻底改变了她的一生。几天前，薇薇安还在街头上班，她和闺蜜最近生意惨淡，房租已经欠了很久。两人正发愁时，却突然注意到有辆豪华跑车沿街开来。为了提高胜率，闺蜜让盘量调顺的薇薇安去揽客。她扭动着妖娆的身姿朝豪车走去。Hey, Sugar, you looking for a date? 可让她失望的是，男人不是来消费的，他只想找个人问路。薇薇安并没放弃，她说：“给我10块钱，我就告诉你怎么走。”男人被她这番趁火打劫气到，却又无可奈何，只能掏出20美元。可薇薇安根本没钱可找，她厚脸皮地坐上车，说要给人亲自带路。男人问薇薇安叫什么， What do you want it to be? 这显然是薇薇安应付客人的套路。可男人并不喜欢，他只好说出真名。车上，薇薇安惊讶地发现，男人车技很烂，总是挂错档。她心直口快，吐槽男人简直浪费了豪车。可她没想到，男人竟直接把车停下，换他来当司机。第一次开上豪车，薇薇安兴奋极了。她对汽车很有研究，聊起车来小嘴巴巴的，一刻也不停。可奇怪的是，男人不嫌她烦，反倒觉得她非常有趣，便主动打听起薇薇安的报价。结果薇薇安竟开出1小时100美元的高价。$100 an hour. Pretty stiff. Well, no, but it's got potential. 很快两人到了酒店，爱德华主动说了再见。薇薇安很识相，知道这单算是泡汤了。可不知为何爱德华迟迟没走。他看到薇薇安独自坐在公交站，连个出租都舍不得打，心里顿时有几分同情。于是他走上前，说愿意接受薇薇安之前的开价。薇薇安这才松了口气，今晚总算能挣上钱了。可进去前，爱德华让他披上自己的大衣，以免太过暴露，引人非议。然而刚踏进酒店，薇薇安就瞬间暴露了本性。在富丽堂皇、满是上流人士的大厅里，浓妆艳抹又举止轻浮的薇薇安格外扎眼。上电梯时，一旁的贵妇更是露出鄙夷的眼神。Honey, you know what's happened? I've got a runner in my pantyhose. I'm not wearing pantyhose. Well, color me happy. There's a sofa in here for two. First time in an elevator. 进房后，薇薇安大摇大摆参观了房间，接着又岔开腿坐下。她这看似老道却透着一股青涩的模样，让爱德华忍不住嘴角上扬。见爱德华迟迟没有行动，薇薇安面露尴尬，提醒他能不能先把钱结了。爱德华这才反应过来，赶紧拿钱给他。钱到手后，薇薇安急着进入正题，她掏出几个橡胶气球，让爱德华选一个喜欢的颜色。爱德华一时招架不住，可薇薇安却直接上手，他赶紧喊停，说自己其实只想聊聊天。薇薇安愣住了，这种癖好的客人他还是第一次见，但他很快调整状态，主动坐到爱德华身边，手也摸上了他的大腿。可这时门铃不合时宜的响了，薇薇安瞬间紧张起来。好在门外只是送香槟的，两人的距离近到能感受彼此的呼吸，而爱德华炙热的眼神让薇薇安心跳加速，眼神也不自觉有了几分躲闪。之后薇薇安察觉到服务生放完东西却迟迟不走，还始终盯着自己，她很不爽，以为对方看不起她，可原来对方只是在等待小费。她顿时羞愧不已，卑微如她哪里知道上层社会的规矩。可爱德华很有涵养，并没有嘲笑她。薇薇安不禁好奇，像他这样的男人应该不缺女朋友，可爱德华说他离过婚，最近又刚分手，正好处于空窗期。但随后薇薇安注意到，明明爱德华才是金主，却又是倒酒又是端草莓，他有点过意不去，提醒他再不开始钱就白花了。看他总是如此急切，爱德华受不了了。 How much for the entire night? We couldn't afford it. Try. $300. Done.
可这一单并没薇薇安想的顺利。几分钟后，爱德华无意闯进洗手间，薇薇安很是慌张，想赶紧藏起手里的东西，可他的举动全部被爱德华看光。他怀疑薇薇安是在偷偷吸毒，他一改之前的儒雅，让薇薇安赶紧走人。可下一秒，他才发现原来那只是一盒牙线。薇薇安解释他刚才吃草莓塞牙了，只是想偷偷剔个牙。爱德华为自己的鲁莽道歉，却又被他的可爱吸引。 You're watching. I'm going. 然而这晚之后的时间，爱德华把薇薇安抛在一边，一心只顾着工作。薇薇安并不在乎，她自得其乐地看着电视，时不时还放声大笑。她随性洒脱的模样勾动了爱德华的心。他起身坐在薇薇安面前，目不转睛看着她，而薇薇安也读懂了他的眼神，于是主动在他身前蹲下，敬业精神十足地为他服务。但在开始前，他不忘声明自己的原则。But I don't kiss on the mouth. Neither do I. 很久之后，两人完成了第一次交易。爱德华刚洗完澡，就发现薇薇安早已沉沉睡去。此时摘掉假发、卸掉浓妆的她，看起来竟然格外清纯。第二天，薇薇安睡到中午才起，她注意到爱德华很忙，便自觉地准备离开。可爱德华却叫住她，让她过来吃早餐。因为不了解薇薇安的口味，他把菜单上的早餐全点了一遍。短暂的相处让薇薇安对爱德华充满了好奇。他问他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。爱德华解释道，自己靠购买公司赚钱。这周他准备购买一家市值10亿美元的公司。薇薇安惊呆了，觉得爱德华一定非常聪明才这么有能力。他说自己上到高2就辍学了，而爱德华却和他截然相反，他从小到大都是别人家的孩子。薇薇安有点羡慕又遗憾地说，那你的爸妈一定很为你骄傲吧？可爱德华只是笑笑，却什么也没说。尽管薇薇安没什么文化，可爱德华发现他悟性很高。薇薇安问他是怎样靠买公司赚钱的，他解释自己会把公司拆开售卖，这样比出售整个公司更赚钱。薇薇安立刻明白了，也就是和偷车再拆成零件卖出去一样。说话间，他注意到爱德华不会打领带，便主动帮忙，最后还贴心地帮他穿好外套。出门前，爱德华接到了律师的电话，对方提醒他今晚有个重要的晚餐，你最好带一个女伴。这时爱德华听到浴室传来一阵刺耳的歌声，走过去一看，薇薇安泡在浴缸里一脸陶醉。律师在电话里说会给他介绍几个好姑娘，可看着单纯可爱的薇薇安，爱德华心里有了主意。Besides, I already have one. 他挂断电话，一脸打趣地看着薇薇安。几秒后，薇薇安才发现他尴尬得要死，竟然被人看见了自己发癫。可接着爱德华告诉他，想雇他在这里待一整个星期，条件很简单，随叫随到，足够听话。薇薇安强装镇定，说那可得花一大笔钱。爱德华笑了，那你开个价吧。 4,000. 6 nights at 300 is 1,800. You want days too? 2,000. 3,000. Done. Holy shit! 就这样，薇薇安成了爱德华的一周女友。之后，爱德华又额外给了薇薇安一沓钞票，让她去买点高雅的衣服，准备晚上吃饭时穿。薇薇安沉浸在突如其来的喜悦中，爱德华的出现简直像是一种救赎。Baby, I'm gonna treat you so nice. You're never gonna want to let me go. 3,000 for 6 days. And Vivian, I will let you go. 之后，薇薇安穿着昨晚的衣服去逛街。她本以为购物是个开心事，却没想到在上层街区，每个人都用异样的眼光打量她，柜姐更是拒不接待。薇薇安那颗早已麻木的心也不可避免难过起来。她满心沮丧地回到酒店，却又被大堂经理拦住，然后强行把她带到了办公室。经理明知薇薇安的职业，可看在爱德华的面子上，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 Then you must be his. Niece? Of course. 但同时他警告薇薇安，以后要穿着得体一点。接二连三被人针对，薇薇安委屈到了极点。她掏出所有的钱，哭诉根本没人愿意卖她衣服。刚才严厉的经理态度缓和下来，他掏出手帕给薇薇安擦眼泪，接着又拨通了女装部的电话，帮薇薇安买到了衣服。不久后，薇薇安刚回房间，电话就响了。 Never ever pick up the phone. Then why are you calling me? 爱德华要求他晚上在大厅等他，然后去一个高档的餐厅见重要的客人。说完便挂断了电话。可几秒后，电话再次响起。 Hello? I told you not to pick up the phone. Then stop calling me. Sick. 为了晚上不给爱德华丢脸，薇薇安再次去找经理帮忙，临时抱佛脚学起了餐桌礼仪。这晚爱德华来到大厅，却怎么也找不到薇薇安。可接着薇薇安转过身，看到他的那一刻，爱德华顿时被惊艳了。精心打扮后的薇薇安，气质高雅，身材窈窕，美得让他挪不开眼睛。 You're late. You're stunning. You're forgiven. 然而晚餐吃得并不顺利，
尽管薇薇安极力伪装，却还是不小心漏了钱。他不知道用哪种叉子，老头便故意用手拿着吃，这才帮他解了围。等到吃蜗牛时，他又手滑放飞了蜗牛，惹得大家忍不住笑出声。可紧接着饭桌上的气氛急转直下，原来老头和孙子之所以约爱德华见面，是想劝他高抬贵手放过自己的公司。可爱德华身为商人，一切以利益为重，他明确表示公司很快会被拆分，以往的老员工也会被遣散。饭局就这样不欢而散。这晚回到酒店，爱德华的情绪莫名低落。薇安敏锐地察觉到，爱德华其实很喜欢老头，但爱德华说他从不会让感情干涉生意，这话竟引起了薇安的不明。他说自己也是如此，所以他从不亲吻，宁愿麻木也不要清醒地活着。You and I are such similar creatures, Vivi. We both screw people for money. 尽管薇安柔情似水，可爱德华却想一个人静会儿。薇安等到很晚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牵挂，便穿着睡袍去楼下找人。原来爱德华待在空荡荡的餐厅里弹琴，把所有的压抑与愤怒都发泄在琴键上，背影也显得格外寂寥。薇安走上前，抱怨自己一个人很寂寞。爱德华迅速领会到他的意思，礼貌地请求服务人员给他们一个密闭的空间。在薇安身边，爱德华没了之前的冷血无情，他第一次袒露了内心的脆弱。可当爱德华想要亲吻他时，他还是拒绝了。两人的这一夜依然只有风月，却无关真心。第二天，爱德华想让薇安再去买几件衣服，却发现他兴致不是很高。They were mean to me. Mean to you? 于是接下来，爱德华直接把工作放在一边，带薇安上街购物。Okay. Stop fidgeting. Give her your gum. I don't believe you did that. 进店以后，老板隆重地接待了爱德华，极尽所能地拍着马屁。然而爱德华没跟他废话。We're gonna need a few more people helping us out. I'll tell you why. We're gonna be spending an obscene amount of money in here. 老板快乐晕了，他喊来了全部手下，从头到脚让薇安焕然一新。薇安第一次体会到购物的快乐，他还看中了店员的领带，准备带回去送给爱德华。几小时后，再次走上大街的薇安已然判若两人，就连周围的世界也充满了善意。他甚至还学会了给服务生小费，这样体面的生活是他曾经永远想象不到的。这晚，爱德华惊喜地发现，薇安竟然准备了烛光晚餐。更撩人的是，他除了领带，其他什么都没穿。Nice time. I got it for you. 两人之间莫名有了恋爱的氛围，他们一起泡在浴缸里，洗起了鸳鸯浴。爱德华还头一回说起自己的原生家庭，母亲因为被抛弃早早离世，他因此气愤父亲。最终，他用收购父亲公司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报复。也正因如此，直到父亲去世，父子俩也再没说过一句话。可薇安问他，你报了仇一定很开心吧？爱德华沉默了，原本麻木的内心突然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苦涩。可就在两人的心越靠越近时，一次冲突几乎毁掉他们的关系。这天，爱德华带薇安参加马球会，还把她介绍给身边的朋友。可看到两人黏在一起，律师莫名吃起了醋。期间，他还无意看到薇安和老头的孙子走得很近，便怀疑他是商业间谍，故意使用美人计接近爱德华，只为了给老头传递情报。She's not a spy. She's a hooker. 律师大笑出声，嘲笑爱德华这么有钱却饥不择食。爱德华没放在心上，可他没想到，律师之后竟趁他不在，故意调戏薇安。Listen, maybe you and I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after Edward leaves. 这一刻，薇安感觉自己的尊严被狠狠摔碎了。和爱德华在一起的这几天，他曾短暂忘记了自己的身份，可现在他清醒了，自己依旧是那个下贱的站街女。回去后，两人第一次爆发了激烈的冲突。尽管爱德华解释了他是被逼无奈，可薇安还是受到了伤害。爱德华也没了耐心。I hate to point out the obvious, but you are in fact a hooker, and you are my employee. You don't own me, I decide, okay? I say who, I say when, I say who. I refuse to spend the next 3 days fighting with you. I said I was sorry, I meant it. That's the end of it. I'm sorry I ever met you. 片刻后，薇安收拾好东西，让爱德华给他结钱走人。爱德华强忍怒气，掏出几张票子，一把甩在了沙发上。等他出门后，爱德华回头一看，才发现他竟然一张也没拿。他这才意识到，薇安想要的只是尊重。于是他追出门，诚恳地向他道歉，还说看见他和其他男人说话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薇安感受到了爱德华的在乎，他心软了。You hurt me. Yes. Don't do it again. 和解过后，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刻都要亲密。薇安甚至说起了自己入行的原因。她说当时交不上房租，便在闺蜜的劝说下接了第一个客人。整个过程她一直在哭，但后面她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。It could be so much more.
put you down enough, you start to believe it. I think you are very bright, very special woman. The bad stuff is easier to believe. 第二天，爱德华安排了一个神秘的约会。薇薇安换上一袭红裙，艳光四射，可爱德华却说少了点什么，接着拿出了一条价值25万美元的项链。下楼前，薇薇安对即将到来的约会很期待。If I forget to tell you later, I had a really good time tonight. 两人一起走出酒店，每个人都被薇薇安的美貌深深吸引，酒店经理更是被她的变化惊到，露出了老父亲般慈祥的微笑。尽管薇薇安已经见识了爱德华的超能力，可看到私人飞机的那一刻，她还是惊呆了。原来爱德华口中的约会，竟然是带她到意大利看歌剧。开场前，她担心自己听不懂歌剧，可随着剧情的起伏，陌生的语言不再是隔阂，她被剧中人物的爱情深深感动，眼眶也不知不觉噙满了眼泪。而爱德华就在一旁默默注视着她。演出结束后，薇薇安仍沉浸其中，剧里那种纯粹的爱情也曾让她无比渴望。这晚回去后，薇薇安缠着爱德华下棋，可爱德华说明天还要上班，薇薇安却反问他为什么不能放一天假呢？于是第二天，爱德华便真的没有去上班，他们像每一对普通的情侣那样，在街边散步，在草坪上消遣。薇薇安还任性地拿走他的电话，让他真正放松下来。两人就这样依偎在一起，时光也仿佛变得格外温柔。爱情就是这么奇妙，曾经是两个世界的他们，现在就算是最无聊的话题也能聊一整夜。晚上回去后，爱德华累坏了，看着他熟睡的样子，薇薇安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，她打破了自己的原则。她的温柔无疑是世上最难以抵御的武器，让爱德华的心彻底臣服。这晚两人相拥而眠。I love you. 薇薇安小声的呓语，让爱德华意识到他们再也不可能全身而退。很快到了两人相处的最后一天，薇薇安的神色满是忧伤，可爱德华坦言他还想再次见到薇薇安。可让薇薇安失望的是，爱德华只是打算给她租一间公寓，像对待一个美丽的宠物那样包养她。他果断拒绝了爱德华的提议。爱德华想不通，这总比你去站大街好吧。 It's just geography. 薇薇安突然说起，她小时候总幻想自己是会被骑士拯救的公主，可这些幻想中没有一个骑士会说来吧宝贝，我会用豪华公寓包养你。他想要的只是一段平等的恋爱关系。爱德华迟疑了，多年征战生意场的经历让他没法认真投入一段感情，可他并不知道，薇薇安短短几天的陪伴早已在无形中改变了他。这天下午，他本该和老头签订收购合同，可在最后关头，他突然叫停会议，要求和老头单独谈谈。原来他改变了主意，他不想再收购老头的公司，而是转为帮他度过危机。在他的内心深处，他一直很钦佩老头。老头很惊讶，眼前的爱德华不再是那个唯利是图的商人。 I find this hard to say without sounding condescending, but I'm proud of you. 几分钟后，律师得知了爱德华的决定，他无比愤怒却又无处发泄，便故意找去爱德华的酒店。果然在这见到了薇薇安，他觉得爱德华一定是受了薇薇安的影响才性情大变。他用最恶毒的话羞辱薇薇安，然后不顾他的反对对他上下其手。就在事态即将失控时，爱德华出现了，他毫不客气教训了律师，并彻底将他从公司开除。 Get out of here! Get out! 等律师走后，爱德华心疼地为薇薇安冰敷，可薇薇安却说自己要走了。爱德华问他为什么不愿意接受他的条件留下来。 You made me a really nice offer. And a few months ago, no problem, but now everything is different and you changed that and you can't change back. I want more. The question is how much more? I want the fairy tale. Impossible relationships. 说完，薇薇安起身离开，爱德华只能送她出门，可内心的不舍让他没法放手。 Stay. Stay the night with me. And not because I'm paying you, because you want to. 薇薇安强忍着心痛拒绝了，她无法再拿自己的真心做交易。临走前，薇薇安特地去找酒店经理告别，感谢他这段时间的善意。酒店经理向薇薇安表示了尊重，还贴心的让司机送她回家。这一夜没有薇薇安的陪伴，爱德华感觉空落落的，这是他几十年从未体会过的感受，整颗心像是被人紧紧牵住，喜怒哀乐再也由不得自己。这段时间的相处也彻底改变了薇薇安，她打算去找个正经工作，然后把高中念完，认真对待自己的人生。她给闺蜜留下几个月的租金，叮嘱她有机会一定要自救。闺蜜的眼神难得变得认真，或许自暴自弃不是人生的唯一途径。另一边，爱德华也准备离开酒店，他拜托酒店经理帮自己归还租来的项链。 It must be difficult to let go of something so beautiful.
You know, Daryl also drove Miss Vivian home yesterday. 爱德华眼神会意，再也无法回避自己的心之所向。片刻后，薇薇安听到大街上响起那天听过的歌剧，她探出窗一看，属于她的骑士真的来了。爱德华爬上消防梯，尽管他非常恐高，却鼓起勇气向薇薇安奔去。So what happened after he climbed up the tower and rescued her? She rescues him right back. 这部电影叫《风月俏佳人》，尽管爱德华和薇薇安的爱情美好的像童话，可人们之所以热爱童话，是因为它用无与伦比的温暖抚慰了我们被生活伤到千疮百孔的心。爱德华之于薇薇安，或许是拯救者的角色，但薇薇安的自我觉醒更值得称赞。这何尝不是一种提醒，有重新再来的勇气，有好好爱自己的觉悟。无论能不能等来骑士，生活都不会太糟。